凯特，你上个礼拜讲脂肪，讲到我半夜都梦到自己变成一个500公斤的大胖子，漂在豆沙县的泳池里，超可怕的，害我这个礼拜都不敢吃红豆面包啦。原来你说你忘记红豆面包的味道是骗我的，才1个礼拜没吃。我是很久没吃红豆面包啊，因为你说精制糖会迷惑瘦素，所以我现在改吃香蒜面包，这都没馅，可好多了吧？偶尔吃一次是还好，天天吃的话，那可会吃下不少饱和脂肪酸，那层香蒜奶油可不少欸。但我最近看到人家分享一位美国作家的书，叫什么脂肪大惊奇，说书里面讲我们以前在阿金饮食提到那个减脂派的领袖凯斯所谓的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害的理论是骗人的，其实饱和脂肪酸对人体并没有什么伤害。我一看大吃一惊，难道我们几十年来信奉的营养学天律认为饱和脂肪酸有害健康，真的是一场骗局吗？所以我就赶快上网查，结果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泰克兹女士去年年底还在知名国际期刊《当前观点》写了一篇文章，表面上说是饱和脂肪酸减死，实际上是抨击凯斯引领的心脏病假说，蓄意操弄实验数据，计划性选择有利自己学说的国家作为研究标的，而故意漏掉像德国、瑞士、法国同样食用高饱和脂肪酸却有着低心脏病发生率的国家。还说支持凯斯理论的美国心脏协会在1984年获得170万美元的捐助后，从一个小团体一跃成为全国性组织，而那笔捐款就来自于生产植物油的宝洁公司。他还举了一堆饱和脂肪酸跟心脏病无关的学术论文支撑他的论点，所以我就想，不吃红豆面包，吃香酸面包总还好吧，反正奶油跟心脏病没什么关系，而且我现在也不吃早餐，都没吃奶油吐司了。你以前的奶油吐司都是我帮你涂的，分量我可是很小心抓，每次都是烤好立刻涂，只融化一点点，不到2克的分量，有点香味你就吃得很开心了。而外面卖的香蒜面包可没人帮你斤斤计较奶油的分量。你讲的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争议我也看过，尤其是生酮饮食的支持者往往是最反对凯斯所提倡饱和脂肪酸会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理论了。其中一定还包括阿金饮食的支持者。阿金医师的粉丝一定很讨厌减脂派对阿金医师过世后的体重大做文章，还抹煞了阿金医师倡导低糖饮食对减肥的重要性。以前提到减肥讲的都是碰不得油，现在大家倒是都提倡减糖。对所以科学一直在进步，学术圈对人体复杂而巧妙的生理作用终究是瞎子摸象，不可能一下子就窥得全貌。而我们这些消费者除了跟随研究风潮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以外，也要敏锐地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像你的维度就是货真价实的存在，我们两个的饮食差异也就是在那些你天天都忍不住想吃的面包啦。不可否认，面包很好吃也很方便，但当你选择它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消耗那些你感觉不出来的热量，或替代其他更重要的营养。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正在吃高热量、高饱和脂肪酸、高糖类的美味食物，而会让自己接下来的饮食或活动量有所调整。在深入理解饱和脂肪酸的争议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我们吃下去的油脂到底是什么东西。威廉，你先来解释一下油脂的基本构造。油脂的化学结构是三酸甘油酯，是由3个脂肪酸和1个甘油所构成的。甘油都是同样的，脂肪酸却有各式各样，不同形式的脂肪酸也决定了脂肪的特性。首先，它们分饱和和不饱和，也就是我们最常听见的饱和脂肪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烷基有没有碳的双碳键基团，有双碳键基团的叫不饱和脂肪酸，因为它把原本脂肪酸紧密的烷基打断变成双键，呈现不饱和状态，而不是碳原子与氢原子结合成最大值的饱和状态，是比较松散不稳定的结构。而不饱和脂肪酸中
有一个双碳键基团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两个以上的叫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通常2或3个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有时会直接在名称中讲出来。像人体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就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称作是 Omega-6 双不饱和脂肪酸。酸就是指2个双键碳， COOH 是追基，是脂肪中的酸性物质，脂肪结构式的这一端叫阿尔法，另一边 CH3 甲基端就叫 Omega， 是指最后一个的意思。Omega-6 就是指倒数第6个碳是双键，是指这个脂肪酸第一个双键位置在倒数第6个碳上，这个位置通常关系着脂肪酸的生理性质，所以会被标示出来，像 Omega-3、Omega-6、Omega-9。人体有2个必需脂肪酸，另一个必需脂肪酸是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种 Omega-3 3不饱和的长链脂肪酸，所以它的第一个双键碳在 Omega 端属来的第3个位置。而脂肪酸中全部以烷基单键碳结合的脂肪就叫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因为烷基结构完整，分子间的作用力也比较强。脂肪酸除了分成饱和和不饱和，还以碳数量的多寡分成极长链、长链、中链、短链等不同碳数的脂肪酸。由此在室温下是否是固态，是根据它们含饱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碳链长短来决定。含饱和脂肪酸越多，碳链越长，就多为固态；反之就呈现液态。在食物当中，植物性的油脂不饱和脂肪酸多占 85% 以上，所以呈现液态状，但是它们通常是长链的脂肪酸，消化时间也就比较长。例外的植物性油脂，像椰子油、棕榈仁油这些，反而是饱和脂肪酸比较高，占到 85% 左右。只是它们有一半以上都是中链脂肪酸，容易消化吸收。关于中链饱和脂肪酸跟减肥也有不解之缘哦，我们以后再做影片说明。动物性油脂饱和脂肪酸都很高，也多是长链哦。像奶油饱和脂肪酸就占了 63% 左右，猪油占了 39%， 这些多半呈现固态。鱼油含有饱和脂肪酸比较低，大约含1/3左右，其他都是不饱和脂肪酸。根据以往的研究饱和脂肪酸摄取过量会促使肝脏合成太多含有胆固醇的极低密度脂蛋白，而极低密度脂蛋白降解成过多的低密度脂蛋白，就会侵入人体的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疾病。2020年世卫组织就建议防止肥胖，脂肪摄取量应该控制在总热量的 30% 以内，而饱和脂肪酸则应该摄取在 10% 以下。但这部分还有争议，就像你刚才提到泰克兹所讲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而脂肪又可分可见油和不可见油，顾名思义，不可见油就是含在坚果、家禽家畜类、鱼类、蛋类里面的油脂，因为这些食物里面的油脂含有磷脂类，像鸡蛋里面的卵磷脂就是一种磷脂类。磷脂类对水和油都有强力的亲和性，能够将油脂均匀地散布在食物当中，让我们眼睛看不见脂肪。因此有时候我们觉得没吃什么油，其实已经不知不觉中吃下一点油脂了。而可见油当然就是指那些目视可见的烹饪用油而你刚说所谓人体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和阿尔法亚麻酸，就是人体无法自己合成的脂肪酸，却是细胞膜和脂蛋白的重要成分，对人体的神经及免疫系统都很重要，并且是很多重要激素的前驱物，例如前列腺素，还有参与血液凝集、血管收缩等多项生理机能。我们摄取各种鱼类、贝类、坚果和植物油，如橄榄油、芥花籽油和大豆油，就可以得到这些必需脂肪酸。过往的研究认为，多摄取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提高清除血管中多余胆固醇及三酸甘油酯的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俗话说的好的胆固醇。至于我们该怎么摄取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挑选油品和必需脂肪酸的作用机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反式脂肪，我们会在以后的影片详细说明。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饱和脂肪酸的争议焦点，也就是饱和脂肪酸到底会不会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泰克斯讲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呢？他是记者，跟学术圈又没有关系，难道会不客观吗？我就是因为他的报道才放心嗑下香蒜面包的。事实上这位泰克兹女士
2015年就在富有盛名的英国医学杂志上刊登相关的观点，但是当时就有180位科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英国医学杂志撤回泰戈兹的文章，认为他的报道充满了偏见和错误，更条列了文章中的11项错误，其中包括泰戈兹指出2010年美国官方的营养证据图书馆 NEL 对饱和脂肪酸的系统回顾中，没有一项支持饱和脂肪酸会导致心脏病的假说，但请愿书却指出2010年 NEL 审查发现强而有力的证据，表明摄取饱和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虽然最后英国医学杂志没有撤回文章，但显而易见的是，泰戈兹女士的观点在医学界还真的是存在争议啊。所以我还是不能放心地吃奶油吗？本来我看了泰戈兹女士的观点后，还想叫你卤一锅肉燥呢，最好肥肉多一点那一种。想起以前我妈妈常做肉燥给我们拌饭，想得我都快要流口水了。你如果想吃，我们可以卤一点来吃啊。我用夹心肉来做，虽然肥肉很少，但还是可以尽量卤烂一点，也会很好吃哦。偶尔吃一次没关系。其实啊，我也看了不少研究论文，认为饱和脂肪酸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无关，其中包含一篇今年澳洲多个研究单位的联合研究指出，他们根据美国官方健康和营养检查报告，研究了45000多名成年人，并进行了平均11.6年的长期随访，统整出摄取脂肪酸和心脏疾病死亡风险的相关调查。结果发现，日常摄取饱和脂肪酸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所占热量比例调整后，与心脏死亡风险无关，但是调整摄取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热量比例，虽然在未诊断出有心脏病前是不相关的，但在诊断出有心肌梗塞之后就会有影响。所以这个研究结果的意思是，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还是要尽量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吗？那也就是说，吃什么油还是跟心血管有关吧，不然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看来还是要吃植物油。我想会发现不了饱和脂肪酸的伤害，会不会是因为研究的时间11年还不够长？我是无从判断啦。不过类似的研究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团队今年8月在美国医学杂志刊登的论文，他们针对4200多位40岁到70岁的大陆民众做了类似的调查。他们纳入研究对象1999年到2018年脂肪酸摄取量和心血管状态的各项指标记录作为统计依据。结论是，摄取饱和脂肪酸与首次周状动脉硬化性的心血管疾病10年风险无关，而增加多元或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则可以降低首次周状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10年风险。这么说起来，饱和脂肪酸真的对健康没什么伤害吗？那你肉燥还是用五花肉来做吧，多好吃啊！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哦。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人体健康调查，我事实上还查到一些具体的研究。像东京日本大学的食品生物科学系教授山形和夫先生，今年就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一篇研究，指出内皮细胞能够维持心血管健康并预防心血管疾病，而游离饱和脂肪酸却会导致内皮细胞的损伤，并促进动脉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却可以抑制心血管疾病早期阶段引起的内皮细胞损伤。血管腔的内壁是血管内皮细胞以单层排列而成，并且跟血液直接接触，还会参与血管舒张与收缩的调节及血栓的形成。山形和夫教授研究认为，饱和脂肪酸会透过减少血管内皮细胞所衍生与血管放松有关的一氧化氮来诱导内皮细胞的损伤。而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的研究团队也在今年3月的研究论文里面表示，在组织中循环和累积的饱和脂肪酸会破坏淋巴内皮细胞的连接完整性与定向流动性。所以饱和脂肪酸对循环系统的内皮细胞应该还是有着不太好的影响吧。而其实我听营养师说，临床上减少吃肥肉的确也可以降三高跟胆固醇，这些都是研究者不能忽略的事实。而每克脂肪所提供的热量是糖类和蛋白质的2倍以上，对减肥来讲当然是不可等闲而视之啊。你的意思是说，我还是没办法吃到又油又香的肉燥吗？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健康的把关，我们可是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啊！